第161课，你去过冒险吗？嘿安娜，你去过冒险吗？对了，我一生中经历了好几次冒险。你呢？好吧，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冒险，但我一直想去冒险。你绝对应该去冒险，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但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冒险？徒步探险怎么样？你可以探索大自然，欣赏一些令人惊叹的景色。我不知道。我不太擅长徒步旅行。那么，美食探险怎么样？你可以尝试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奇美食。现在听起来更像了。我喜欢尝试新食物。太棒了！或者公路旅行冒险怎么样？你可以探索不同的城镇，看看每个城镇能提供什么。这听起来棒极了。我一直想去公路旅行。看，你可以进行很多不同的冒险，你只需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第162课，你看过那个新产品的最新广告吗？嘿安娜，你看过那个新产品的最新广告吗？不，我没有。这是关于什么的？正是这款新的护发产品有望让你的头发更有光泽，更光滑。我真的不需要那个。我的头发已经很光滑了。好吧，你还应该去看看。这则广告很搞笑。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广告显示这位头发卷曲的女士走在街上，她路过的每个人都在遮住眼睛逃跑。哈哈，听起来很有趣。然后这位女士尝试了新的护发产品，突然间她的头发变得光滑有光泽。她路过的每个人都在击掌并竖起大拇指。这是宣传美发产品的一种非常聪明的方法。是的，它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可能的自己尝试一下。好吧，如果它能让你的头发像广告中显示的那样光滑有光泽，那我也算在内。第163课，我可以问你一些建议吗？嘿安娜，我可以问你一些建议吗？当然，你需要什么建议？好吧，我正在考虑问问这个我真正喜欢的女孩，但我不确定她是否有同样的感觉。那可能很难。你有没有试过和她说话并加深对她的了解？是的，我们已经聊了几次，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好吧，那听起来你应该去找她出去。她能说的最糟糕的话是不。你说的对，我只需要鼓起勇气去做。没错。而且，如果她说不，那不是世界末日。海里还有很多其他鱼。谢谢你的建议，安娜。你总是知道该说些什么。没问题，约翰。这就是朋友的目的。
第164课，你认为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吗？嘿安娜，你认为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吗？绝对可以。当某人感到快乐和积极时，他确实可以照亮房间。是的，另一方面，当某人心情不好时，会降低整个群体的精力。确实如此。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的情绪会如何影响他人。同意。而且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笑是有感染力的。是的，绝对是。每当我听到有人在笑，我都会忍不住笑起来。哈哈，我也是。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有趣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们可以真正提升你的心情，让你感觉良好。没错。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情绪会对我们和周围的人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要确保传播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氛围。绝对可以。让我们成为今天有人微笑的原因。30。第165课，你看到新 iPhone 的价格了吗？嘿安娜，你看到新 iPhone 的价格了吗？不，我没有。多少钱？差不多$1000。你能相信吗？哇，那是一大笔钱。我想我负担不起。是的，我也是。我的意思是，谁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在手机上？我猜是富人，或者那些不介意负债的人。哈哈，是的。我认为我不愿意仅仅为了一部新手机而负债累累。我也是。我现在就继续使用我的旧手机。它可能不是最新和最好的，但它可以完成工作。这是个好观点。有时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我们能负担得起的东西和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没错。谁知道，也许他们会在几个月后推出更实惠的新 iPhone 版本。是的，或者也许我们会中彩票，然后我们可以买所有我们想要的昂贵手机。哈哈，我喜欢你的想法，约翰。30。第166课，你害怕什么吗？安娜，你怕什么吗？好吧，我害怕蜘蛛。它们只是让我毛骨悚然。蜘蛛？就是这样。我害怕身高，小丑，也害怕在树林里迷路。哇，恐惧太多了。你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这并不容易，但我只是尽量避免引发恐惧的情况。例如，我不去蹦极或看恐怖片。这很聪明。我试着对蜘蛛做同样的事情，但有时候它们会出人意料的出现。是的，那是最糟糕的。有一次，我在树林里徒步旅行，一只蜘蛛爬上了我的腿，我差点心脏病发作了。哦不，这听起来很可怕。我本来会尖叫着跑出树林的。
哈哈，我差点就做到了，但我设法保持冷静，然后把蜘蛛从腿上移开了。好吧，你比我勇敢。如果那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再也不会踏入树林了。别担心，安娜，我会保护你免受世界上所有蜘蛛的侵害。第167课，你有没有想过收养宠物？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收养宠物？其实，我有。我一直在考虑收养一只猫。真的吗？我不知道你是个爱猫的人。是的，我一直很喜欢猫。它们独立且维护成本低，非常适合我忙碌的生活方式。你的意思是你只想要一只大多数时候能让你一个人待着的宠物？像这样的东西。你呢，约翰？你有没有想过收养宠物？好吧，我已经考虑过了，但我不确定我是否准备好承担责任。没那么难，约翰。想一想，宠物能给你的生活带来多少快乐。这是真的。也许我会从金鱼之类的东西开始。你知道金鱼的维护量相当高，对吧？哦不，我陷入了什么困境？别担心，约翰。我会帮你照顾你的金鱼。我们可以一起成为宠物父母。第168课，你有没有觉得成年后被高估了？嘿，安娜，你有没有觉得成年后被高估了？每时每刻，约翰。成年人意味着账单、责任，而不是那么多的空闲时间。没错。我怀念星期六早上我必须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就是看什么动画片的日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成为成年人也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独立性和控制权。是的，我想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假装成大人的孩子。相信我，约翰，我们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中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听到这个消息真令人欣慰。也许成年后毕竟还不错。嘿，如果我们愿意，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在早餐时吃冰淇淋。这是个好观点。毕竟，也许成年后确实有一些好处。第169课，你今天下班后的计划是什么？嘿，安娜，你今天下班后有什么计划？好吧，约翰，我本来想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哦哇，我希望我有这样的动力。我正打算回家狂看一些电视节目。哈，这听起来也是放松的好方法。你打算看什么节目？我想我要开始看大家都在谈论的那个新节目《Squid Game》了。对了，我听说过很多关于那件事的消息。但是要小心 John， 你可能会上瘾，忘记现实世界。哈哈，我会尽量控制自己。如果开始变得太激烈了，也许我会休息一下然后去散步。
这是个好主意，只是不要像那些 Squid Game 参赛者一样四处游荡。是的，我会尽量避免晚上散步时遇到任何致命的挑战。第170课，你下午过得怎么样？嘿安娜，你的下午过得怎么样？进展顺利，约翰。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大项目，现在我感觉有点饿了。我可能会去吃点零食。哦，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你有什么心情？我在想点甜蜜的东西，也许是巧克力棒或者一些糖果。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嘴唇上停留片刻，在臀部度过一生。拜托了，约翰，我不会因为吃点零食而增重10磅。好吧，好吧。明天你穿不上裤子的时候，别来找我哭。我想我会冒险的。但是，嘿，如果我最终体重增加了，我就把责任归咎于你用垃圾食品诱惑我。很公平，安娜。把它归咎于那个爱吃甜食的人。第171课，你对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看法？嘿安娜，你对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看法？老实说，约翰，我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快要结束时，我开始有点焦躁不安。是的，这里也一样。但是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一切都很好，结局很好。我想这是看待它的一种方式。现在会议结束了，你打算做什么？好吧，我本来想给自己喝一杯好咖啡，甚至可能是一杯精美的拿铁咖啡。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别忘了，咖啡因会让你更加焦躁不安。别担心，安娜，我能喝一点咖啡因。但是如果我开始从墙上弹起来，我一定要把它归咎于你。嘿，我不是那个喝咖啡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它归咎于无辜的旁观者。好吧，好吧，我会为自己的紧张行为承担责任。但是你必须承认，一杯好咖啡值得冒险。第172课，你注意到我们似乎每年都在变老吗？嘿安娜，你注意到我们似乎每年都在变老吗？对了，我感觉自己正在以光速衰老。就像我们陷入了这个永无止境的生日循环一样。还有皱纹，别忘了皱纹。别提醒我。我发誓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好吧，至少我们并不孤单。每个人都在变老。是的，但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更优雅的变老。没错，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拥抱我们的年龄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经历。这种态度不错。嘿，我们现在可以随时使用年龄先于美丽的借口。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得记得用那个。第173课，
你曾经如此强烈的反对过某件事吗？安娜，你有没有遇到过如此强烈的对抗某件事，以至于与之做斗争，成为你的人生使命？对了，我去过那里。就像那个时候，我反对在披萨上吃菠萝。真的吗？我喜欢披萨上的菠萝。你就是其中之一。对不起，约翰，我们不能再成为朋友了。什么？这太荒谬了。我们可以同意在披萨配料上存在分歧。我只是在开玩笑，约翰。但说真的，我永远反对在披萨上吃菠萝。好吧，我反对蜘蛛，它们让我毛骨悚然。对了，我也绝对反对蜘蛛。但是你打算怎么做？它们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没错，但必要时我会随时准备一双鞋或一本卷起的弹匣与它们作战。哈哈，我可以想象你拿着一本卷起的弹匣与一只蜘蛛作战。你就像一个与邪恶势力作战的超级英雄。嘿，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反蜘蛛任务。第174课，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变老了？安娜，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变老了？当然不是，约翰。年龄只是一个数字，重要的是你内心的感受。这是个好观点，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背叛我。怎么会这样？好吧，我以前可以整晚聚会，然后第二天早起去工作。现在，一个深夜出去，我整整1周都没用。对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别担心，约翰，这发生在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身上。谢谢，安娜。只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年轻。好吧，年龄只是一种心态。无论你多大，你内心仍然可以年轻。这是真的。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无法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胡说八道，约翰。你永远不会太老，无法尝试新事物或追逐自己的梦想。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记得吗？你说的对，安娜。谢谢你提醒我，年龄只是一种心态。第175课，你有没有想过创办自己的代理机构？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创办自己的经纪公司？其实，我有。我一直在考虑创办一家数字营销机构。太酷了！你会怎么称呼它？我还没真正考虑过。也许像 Pixel Perfect Agency。不错，我喜欢。你想和什么样的客户合作？好吧，我想我会专注于与小型企业和初创公司合作。他们是真正需要帮助来提高在线形象的人。这是个好主意。而且你可以成为自己的老板，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没错，那是梦想。
嘿，也许我可以成为你的第一个客户。我需要一些帮助来改善我的社交媒体形象。哈，当然，约翰。但首先，让我真正创办这个机构。对，细节。但说真的，我认为你会很擅长。谢谢，约翰。这意味着来自你的很多东西。第176课，你今天的议程上有很多吗？安娜，你今天的议程上有很多吗？对了，我的待办事项清单有1英里长。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今天的盘子里有太多东西，我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优先考虑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先解决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个好策略。也许我应该试试。你绝对应该，否则你只会不知所措，什么也做不了。是的，我不想成为那个总是有100万件事要做但从来没有完成任何事情的人。相信我，我知道这种感觉。但是，只要稍加组织并确定优先级，你就能完成任何事情。谢谢，安娜。你总是有很好的建议。这就是朋友的目的，约翰。现在让我们开始处理那份待办事项清单吧。第177课，你曾经遇到过非常激进的处境吗？安娜，你遇到过非常激进的处境吗？对了，我曾经和自动售货机打过架。等等，什么？你是怎么和自动售货机打架的？他偷了我的钱。我放了硬币，然后按下了糖果棒的按钮，但他没有出来。哦，我讨厌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你是怎么反击的？我开始摇动机器，然后我试着踢他，但这只会让糖果棒掉出来击中我的脸。哈，好吧，我猜那轮自动售货机赢了。是的，我吸取了教训。对糖果棒进行攻击是不值得的。这是真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比如有人切断了你的交通。别让我开始使用坏司机。那是我激进的一面出现的时候。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保持冷静，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发挥出最佳状态。你说的对，约翰。即使在激进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始终努力成为更大的人。第178课，你知道我几岁吗？嘿安娜，你知道我几岁吗？让我猜猜。你看起来像30多岁。不，再猜一遍。对不起，我不太擅长猜年龄。那你几岁？我实际上已经38岁了。哇，
你比我想象的要大。但别担心，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这是真的。另外，我内心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是的，我也是。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的年龄，直到我看到镜子里的皱纹。哈哈，别担心那些皱纹，安娜。你看起来还很棒。谢谢，约翰。你自己还不错，老头。嘿，我们不要用那个词，我们改用有经验怎么样？好吧，确实有经验。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绅士，约翰。而且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女士，安娜。看，你这样说听起来还不错。同意。毕竟，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第179课，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谁没有？我敢打赌我们都会有飞行汽车和机器人管家。哈哈，是的，那会很酷。但我有一种感觉，未来将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友好性。好吧，这并不令人兴奋，但我想这很重要。也许我们都会用太阳能悬浮滑板代替汽车。哦，我喜欢这个主意。也许我们会有传送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立即前往世界任何地方。是的，或者也许我们都会像那部电影《深渊》中那样生活在水下城市里。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生活在水下。我想我宁愿生活在火星上。火星？你的意思是像《火星救援》中的马特·达蒙一样？没错，我将成为第一个在自己的粪便里种马铃薯的火星农民。哈哈，太恶心了。但我并不介意成为一名太空探险家，发现新的行星，遇见外星生命形式。那太神奇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必须先照顾好自己的星球。是的，你说的对。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每个人都有光明和可持续的未来。绝对可以。谁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其他很酷和疯狂的事情？我们只需要拭目以待。第180课，你最近去过公园吗？嘿，安娜，你最近去过公园吗？不，我没有。为什么？他们终于安装了那张巨型幻灯片吗？哈哈，还没有。但是他们确实搭建了一套新的秋千套装。太酷了！秋千套装？就是这样。它有什么好玩的？好吧，这不只是任何秋千套装。这些座位会疯狂的旋转。我明白了。你只想头晕然后摔倒。嘿，一切都与骑行的快感有关。你应该来和我一起试试。我不知道，我不想因为摔倒而让自己感到尴尬。哦，来吧。只是有点摇摆而已。
可能出什么问题？著名的遗言。但是好吧，我会试一试。是的，这就是精神。紧紧抓住，尽量不要大声尖叫。我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如果我掉下来，你最好抓住我。别担心，我马上去接你。如果我们俩都掉下来，至少我们会一起倒下。哈哈，确实如此。和朋友一起恋爱总是更有趣。没错。因此，让我们去找点乐子，看看谁能更快的旋转。你上线了，但我警告你，我有秘密武器，我可以在挥杆时扭动耳朵。谢谢。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而且我们还支持来自其他渠道的多种语言。